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使用 SolidWorks 绘制出各种宝可梦球。那这里呢，其实是相当适合初学者的。因为宝可梦球呢，它是属于比较结构上比较简单的外形比较简单一点。那这里你如果有兴趣的，你可以去参考 SolidWorks 的入门篇。这里有一些详细的解说。那等一下呢，也会稍微来讲一下要怎么去把它画出来。那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说，它这边呢，它特征都是相当简单的只需要几个步骤就可以把它完成的。那另外呢，这个档案也会教导你说，我们怎么样去制作，后续呢要做3D 列印的话，怎么样去做拆件。那这里怎么做，我们继续看下去咯。首先呢，我们要画出宝可梦球的话，它都是也需要有一个球体。那这边我们看一下，它只有4个步骤就可以把它完成的。那这里怎么做呢？我先来讲解一下。那我们会运用到的呢是旋转以及除料，主要是这2个指令呢就可以把它做出来的。那我们首先呢，一开始我们会画出旋转旋转填料。那这里呢，旋转填料的话，我们的草图要怎么做呢？我进入草图给大家看一下。进来之后，我们看到我们画的这样的一个半圆出来。那这里呢，我是给它尺寸是50。那这边呢，我们需要画一个封闭的一个草图。那这里你可以给它中心线，也可以不用给它中心线。那我们结束草图之后呢，进入旋转。那旋转指令呢，它就会预设去选择这个我们刚刚所画出来这个断面这个封闭的一个草图。那这里呢，它就会有一个旋转轴。那这个旋转轴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这条直线，它就会把它做出来。那预设是360度，做出来之后呢，它就是一个球体，而且是一个实心的。我把它剖开给大家看一下。这样子大家看比较清楚这边是实心的这边所画出来都是实心的然后再来呢，我们要做一个除料的动作。那这个除料呢，就是把我们宝可梦上下呢给它切开来有一个沟槽。那这里要怎么画呢？进来一下看一下它的草图。那这边草图呢也是蛮轻松的这里呢就是画出一个长方形的那这边你要标注多少尺寸呢？就给各位看一下你所画出来的尺寸是多大，然后依它呢去做一个比例上的调整。那这边这个沟槽的宽度呢，我是给它 1.5， 那要超过这个球体才可以做那这里呢，我们是选择伸长除料。那这个伸长除料，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做出这样的形状呢？我进入编辑特征给大家看一下。进来之后呢，它这边预设呢是草图的平面。那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择平移。它原本是在这个面上，那被我平移出来之后呢，我就可以去选择方向。这里呢，我选择至某一面的平移处。那这个面呢，我就选择是这个球体的面。那这里我给它是 0.5。那这里有时候你要去看一下，它预设的呢是往内切还是往外切假设它是往外切的话，我们这边有一个反转偏移，给它打勾起来。运用这种方式呢，我们不用去建立新的一个草图平面运用原本的平面靠这里的草图的平移呢，我们也可以做出这样的外形出来那这里其实是还蛮轻松就可以做出来的。那接下来一样再做一个除料。那这里呢做法跟刚刚是一样的我就在这边呢画上一个圆。我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一样都是在前基准面所做出来的。画完之后呢那这边我是给它一个尺寸12。我进入编辑特征给各位看一下。那进来之后呢，一样画完之后，我一样做草图平移那这边刚刚有说到，原本它是草图的平面，那你也可以把它做出平移，让它这里呢平移出来。这里你可以去设定它，我这里假设是60。那这边呢原本是给它一个深度，那这里就是平移至某面。那这里选择这个球体的面以及说我要给它平移的角度呢距离是 0.5。那这边我们看一下这样的方向是对的。那我们就按打勾，它就会把它做出来，做出这样的外形。最后呢，再做一个除料的动作把中间的地方给它除料出来。那这边我给各位看一下，一样我都是在前基准面做的。那这里我给它一个 9.2 的尺寸因为这边呢未来要做3D 列印的时候，会另外印一个圆柱形的把它塞进去。那这边 9.2 的用意呢，就是让它洞大一点，这样子呢 3D 列印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去做组装。那这边呢做法都一样，我一样是这边要选择平移面，平移出来之后呢，我再给它深度那这里假设我给它一个10的深度那这边就很轻松可以把这个球体给它完成了
那这边大家就先做到这一步了。接下来要做的是超级球的一个画法。那这边呢做法跟刚刚的球体画法都是一样的。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把它切开，分成上跟下。那这里宝可梦球的话，只有上壳会不一样，下壳都是一样的。那这边怎么去做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草图。那草图其实是很轻松，画出一条直线。那这边是在中心的直线，给各位看一下。是这样子，在这个圆的中心这里画出一条线之后呢，直接让它除掉。那这里我让它看一下它的边际特征是什么。这里是完全贯穿这个方向。那贯穿完之后呢，我们就会剩下上半部的地方。那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超级球的上面呢给画出来。那这边因为在边边角角的地方会做一个倒角。因为列印的时候呢，它会有相角的情形，所以就会建议做个倒角或圆角。那这边倒角的大小呢，就让各位去尝试。那这里呢，会先做一个偏移的曲面。那这个偏移曲面呢，我们从曲面这里就可以选择一个偏移曲面。那如果你没有这个上方列的呢，你可以去参考边界曲面的入门篇那里都有讲解说我们要怎么把这个指令列或是这个指令给叫出来。那这边就不讲得太详细。那这里呢，偏移量是多少呢？这里是0。因为我们要运用这个曲面来做参考，来做后续的动作，要做除料。那做曲面修剪之前呢，我们需要画出草图。那这边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草图。那这里呢，就是用前基准面这个面把它做出草图，那是做出这样的一个曲线出来。那左右当然是对称的。那这里怎么做的呢？是运用不规则曲线。那当然这边呢，你也可以去寻找参考的图片，然后用草图图源把它插入来做参考。这样子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是直接看图片来参考的话，你也可以直接把它画出来，然后再去做调整。这边都可以的。那这里呢，是因为是曲线，所以是没有标注尺寸的。只要比例像就没有问题了。那画完这样的草图之后呢，就是把它修剪。修剪完之后，我们是保留这两个特征。我让各位看一下这两个曲面的本体。那这里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们要运用它呢，来做一个加厚的动作。那这边呢是做一个凸起的样子。给各位看一下。加厚呢，它就是一个曲面指令里面，我们从曲面里面会看到这里有加厚。那这里加厚呢，你就可以去设定它的厚度以及方向性。那这边呢，我是给它两边加厚1 mm， 然后合并结果，所以它就会跟这个上壳呢是做结合在一起的动作。那两边都一样两个做完之后呢，我们最后再做一个圆角让它整个外形给它修饰一下。那这边就会完成了超级球的上壳。那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高级球的画法。那这边的画法呢都是一样的，从球体那边来衍生出来。那这里呢我就省略一些步骤。一样是把它切开来留上部分。那这里呢一样是做倒角让它不会有相角的情形。那这边做法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要做这个面的偏移做这个参考，然后再去做曲面的修剪。那这里曲面修剪呢，我们高级球是一个 H 的形式所以要在这个前基准面这里呢画出草图。那草图就是这样子，这里给各位参考一下尺寸。假设这里呢，我的圆球的外形这个直径是50，那这里我会把它画出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这里有一个圆弧，它的半径是 24.5。那这里呢，我画出了2个矩形。那这个是这样的形式，把它衍生出去，这样子等一下在切的时候会整个把它切开掉。那这里呢，这边的距离是9，长度15，宽度6。以这样的形式，另一边做近色。那这边就是给大家参考。画完之后呢，这边是做曲面修剪，所以我们是修剪完之后留下这个 H 的，各位看一下，留下这个 H 的一个曲面出来。那这里我们要做什么呢？这边呢，我要让它做一个凹陷进去的形式，所以我是做一个加厚除料。那这边加厚除料呢，就是从指令列上方列这边有一个加厚除料。那这里呢，我是给它一个距离，我让大家看一下。这边一样，我是选择了两边加厚，当然你可以去选单边就是要选择哪一个方向性。那这里呢，我给它的一个距离呢是 0.3，这样把这个外形做出来那这样也是蛮轻松的这边让大家去尝试咯。接下来要介绍的是计时球的画法，那这边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这边就不用把它切开，因为计时球呢它有一些特征会延伸到这个下半部，所以我们整个画完之后再做切的动作。
那一样，我们先参考上面这边，让它有一个平移的一个面，我们要做参考，要去修剪它。那这里要修剪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要修剪一个上半部有一个小圆，然后这边给大家看一下，我给它的尺寸是多少。这边呢，一样，这个外径是50，那这里我给它一条线，距离这个边呢是15，然后切出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好，那这个外形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一个加厚的动作，让它是凸起来的。那凸起来的部分其实不是很明显，是小小的而已。那这边呢，我是让它是分开的，因为等一下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个工序。那这边要怎么去选择它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进入编辑特征，这里你可以把合并结构给关闭掉。那这边呢，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多本体的形式，它就是不是一个实体，它是变成2个实体。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这里再做一个曲面的偏移。好，那偏移完之后，一样要再去做一个修剪的动作。我们来看一下这里的修剪。我给各位看一下草图，这边一样是做出这样的一个外形出来。那这里呢，这一次就要选择上基准面。这个草图呢是一个直辖草，那这里呢中间就是圆点。那这个地方尺寸是38，宽度6。那这边就是让大家参考，它就是一个曲面的修剪。修剪完之后，一样是做一个加厚的动作。那这边的话，因为这里我让大家看一下这个曲面的修剪，这边呢是一个直辖草的形式，但是是在一个球体上，所以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外形。所以我们在做加厚之后呢，我们可以让它厚一点，所以整个外形就会这样跑出来。那这边是给它多少呢？让大家看一下，这边是 0.7， 那我就是把它合并。它合并的话，我就选择这2个本体。那做出来之后呢，它就会把这边呢全部都连在一起。接下来一样去做曲面的偏移。那偏移的地方呢，一样是这个地方给各位看一下。这里呢是选择2个偏移，上面以及下面，因为这里呢旁边还有一个外形，我们等一下呢要做曲面的修剪，把这个外形给修剪出来。曲面修剪的用意呢，就是要拿来做一个参考。那参考完之后，我们来做凹陷或是凸起的一个动作。那这边让大家看一下它的草图是怎么样的。这边呢是用右基准面，我给各位看一下，是这个方向右基准面。那这里呢是画出一个三角形。那三角形的话，这里跟圆球的外边呢是做相切。那这边的宽度是20，角度是30。那对于圆点呢跟底下的距离是12，给各位参考。那这样呢做出一个曲面的修剪，修剪出4个曲面，给各位看一下。上面2个，下面2个。那这里呢就是做一个除料，那这边就快速跳过。这边的除料呢，就是让它做一个凹陷的一个形式，让大家看一下。然后这里呢，编辑特征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所除料的厚度是多少，给它做一个 0.2。那这边呢就是重复动作，4个都是做这加厚除料，然后是 0.2， 然后最后呢再来做一个圆角去修饰整个外形。好，那这边呢就完成了，那这边就让大家去尝试咯。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大丝球的画法，那这边呢就省略一下，因为跟前面的一些画法都是类似的。我们就先做到球体切半之后呢，偏移领的曲面这个曲面，然后再来呢比较不一样的是，我们要画一个草图呢来做参考，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做一个基准面出来。那这里基本上呢，从前基准面进入草图，那从中心拉出一条中心线，那这里呢角度是45，然后跟这个球体的外径呢做重合，但这条线要不要画出来都可以，就看各位要不要去画它。那这里呢，我们就直接在上面这里基准面这里呢进入一个新增一个基准面。那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所要选择的呢，就是这条直线以及这条点。选完之后呢，它就会把这个基准面给做出来。好，那就是运用这个基准面呢，我们就要去画草图来做曲面的修剪。那这边呢，让各位看一下这个草图呢，就是在我们刚做的这个基准面所画出来的。那这里我直接给各位看一下。那这里呢，我是画一个圆。然后它的直径呢是20，画完之后呢，直接做一个
曲面修剪修剪完之后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圆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它看起来呢才是一个圆。如果我们在上基准面画的话它所切出来就变成一个椭圆所以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辅助这样子它才是一个真正的正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一个加厚的动作，让这个圆呢凸起来。那这里呢让大家看一下它的尺寸是多少那这边是 0.3， 那一样呢我是先没有给它合并的因为为什么要这样？因为这里呢我让它是两个本体，因为我要把这个再近摄过来那这样子会比较方便，我就不用再画另外一边。那我就是使用近摄动作把它近摄过去。那现在呢我们有3个实体那没关系，我们等一下最后再来把它结合起来就好了。接下来我再偏移一次以这个面呢做一个偏移0的一个曲面出来，一样要做曲面修剪。那这边呢就要做出一个 M 的一个字形这里呢我们从前基准面进入草图呢，这里我们在草图的地方有一个文字，你把文字点进去之后呢你可以输入中文字。那这边呢我们要输入的是一个 M， 那这个大小呢跟字形就让大家去调整它。那假设你画完之后呢，我们就来做曲面的一个修剪，修剪完之后保留这个 M， 一样去做一个除料。那这边呢我让它做个是凹进去那我给各位看一下，这边是加厚除料，那看一下我们所给它的尺寸是多少那进来看一下，它这边是 0.2。那因为这边呢我们有3个本体，所以我们在加工的范围呢要去选择说你要除料的是哪一个本体，那我们就选择的是这个本体那做完之后呢基本上就快完成了。最后呢来做一个结合以及圆角。那结合这边呢就是使用多本体的技术，如果你还不是那么熟悉的，你可以到多本体的那个地方呢来观看那边有详细的解说。那这边最主要就是在直接编辑里面呢，这里会有一个结合，结合完之后呢选择这3个实体，让它全部是结合在一起的。最后呢再做外形的圆角修饰那这样就完成了这边让大家去尝试一下。最后呢来总结一下，那这边估计各位还觉得说好像少了一个零件就是球体中间的零件那这里是相当简单的一个特征那我就给各位看一下这边呢所要做的是伸长填料。那这边呢这里是给它一个9那还记得我们刚球体的时候那边是画一个 9.2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 3D 列印出来才能够组装。那这个9呢它的高度是多少呢？让大家看一下，这边给它的高度是10那就直接把它伸长之后呢再做第2次的伸长。那这一次的伸长呢我们的平面就选择上面这个面让大家看一下尺寸是多少。这边呢是给它一个外径6，一样再做一个伸长的一个尺寸这边是 0.5。 那做完之后呢在这个地方再做一个倒角那这边倒角的用意呢就是希望 3D 列印的时候呢可以避免相角的问题。那这边呢我会建议你给它 0.5 或是1都可以就这边就让各位去尝试那做完之后呢我们基本上呢我们所需要的零件都 OK 的。那这里呢我们再来进入一下这个地方，那这边呢有一些地方是需要做一个上下切开来的动作。那这里呢我就留给各位尝试因为我们从这个一开始所学习的这个球体呢你把它切开来上半部就是我们的宝贝球，那下半部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差别在于说有一些地方可能不一样，你可能要再去做一个设定。那这边呢那今天所介绍的是比较常见的几颗宝可梦球。那这里如果呢你有一些特殊的球需要画的话你可以借由这一次所教学的这些画法来套用到你可能比较想要哪一种形式那这样就可以把它画出来，并且做 3D 列印。那这里你如果对于 3D 列印的档案有兴趣的，你可以到影片底下的说明这边也会放上连结，或者是说这个球体呢是怎么运用 3D 列印把它做出来也会放上连结你可以去参考那边到底是怎么制作的呢。那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为止咯，我们就期待下一次的分享吧，拜拜。